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维和防暴队领跑五一档，狙击手王一博这次拍爽了。五一档正在火热进行中，截至记者5月4日8时发稿时，五一档票房已超12亿。其中高燃动作大片《维和防暴队》以3.18亿票房领跑。维和防暴队讲述应联合国请求，受国家派遣，于卫东黄景瑜市、杨震王一博市、丁惠钟楚西市、周家轩欧豪市等维和警察肩负神圣使命，远赴异国他乡，深入战火纷飞的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筑起一道蓝色的生命防线。逼真的场景，实拍的爆破，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无不还原着中国维和警察出生入死的画面，然爽度爆棚，酣畅淋漓，从头爽到尾是大家观影后提及的高频词。电影贯穿全片的激烈枪战和追车戏令人目不暇接，对文戏的处理也非常细腻，打动了不少观众。不敢想象真实的维和任务会有多残酷，我幸福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不少观众表示，影片让他们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维和警察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体。在维和小队中，此次饰演狙击手杨震的王一博表现十分亮眼，不论是紧张追敌，还是被暴徒抓到受酷刑被虐待，以及与黄景瑜饰演的队长于卫东的队友情深，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王一博也在近日的首映、路演等现场讲述了自己此次拍摄的诸多幕后故事。一为角色增肌，之为看起来更粗糙一点。维和防暴队中维和小队护送证人的任务取材自真实维和行动。影片总顾问曾2次赴海外参与维和任务的林志干警官称，这次行动是他维和生涯最危险的一次行动。面对任务区的暴乱和灾难，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只为将和平重新带回这片土地。在这些天的观影中，当看到电影中的中国维和警察于卫东和杨震用身体压住炸弹保护大家时，很多原维和警察感同身受，赞扬电影拍出了真正的中国维和警察，除了惊险，全是精彩。饰演狙击手杨震的王一博看起来酷酷的，私底下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分热血的人，很喜欢演警察。拍完《冰与火》时，王一博就表示演警察没演够，下一步就在维和防暴队中出演了维和警察，这也是王一博第一次以主演身份出演电影。随着长大变得越来越热血，觉得警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然后慢慢的就喜欢演警察，包括缉毒警，包括这次的维和警察。王一博表示，和大家熟知的一般军人、警察不同，维和警察只能携带轻武器，只有在被攻击自卫或履行联合国授权的情境下，才能使用武力自卫。而他们却总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用一个个血肉之躯筑起一道蓝色的生命防线。中国派遣的维和警察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去和平与安宁，五星红旗所到之处皆是和平，从来都不是一句虚言。此次为饰演维和警察，王一博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为角色特意去健身增肌，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粗糙一点，和角色更贴近。说到健身，他表示主演们都热爱健身，团队迅速建立情感，每个人都喜欢健身，然后就挺好的，就是开心。其实男生，我觉得很快就交流起来，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聊聊，后来就把情绪建立起来了。王一博说，每一帧都是行走的荷尔蒙。维和防暴队演员气质硬朗、挺拔，仅黄景瑜、王一博、钟楚曦、欧豪4人参演的军警题材作品便超过22部。观众在看完片后直言，看片不能眨眼，每一帧都是行走的荷尔蒙。
而谈及演员的选择标准，监制刘伟强表示，演员们不仅要有能跑能打能跳的肢体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警察的精气神。尽管影片中于卫东临危不乱，多次带领维和小队成功完成任务，但黄景瑜为影片献出了堪称最委屈的一次动作戏体验。不仅被棍棒击打，还全身涂满防火胶摔进火里。精彩打戏让观众目不转睛。作为联络官丁慧的饰演者，钟楚曦挑战了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法语。他在片场、休息室随时随地开练，反复听法语老师录音，最终在影片中呈现出了大段流利帅气的法语台词。维和防暴队导演李达超曾获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此次为电影设计的动作戏更是十分硬核。王一博饰演的维和防暴队狙击手杨震，年轻气盛，危机时刻屡次逆风翻盘，是一个叛逆鹰眼，一个能力很强的狙击手。王一博对这次拍摄体验的关键词是新鲜，从装甲车360度连续翻滚，到近距离大爆炸，再到第一次尝试拍摄主观镜头，都让他觉得刺激又过瘾。杨震性格比较着急，比较冲动，直来直去，努着一股劲。王一博表示，片中被暴徒抓到后，王一博受酷刑被虐待，被俘受虐的戏份让不少观众倒吸了一口凉气。暴徒毫不手软地掐着杨震的肩膀，让本就受伤的窗口再次撕裂流血。而通过王一博的演绎，杨震的疼痛感仿佛隔着大银幕传递给了观众。聊到这场戏时，王一博表示，对于杨震来说，当时心里想的是坚守警察的底线，无论如何都不能屈服于暴徒，以及保护自己的队友。此外，片中王一博帅气开枪的镜头也让人过目难忘，特别是第一视角追逐的主观镜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中一些长镜头是由王一博兼职拍摄完成。在摄影师的指导下，王一博佩戴与枪械一体的自助摄影装置，完成了从追逐到射击的第一视角拍摄。帅气镜头的背后，维和装备连同拍摄设备将近40斤，王一博不仅需要负重完成走位，更需要与运镜时机完美配合。休息之余，他一遍遍熟悉走位，不断与机器磨合，最终丝滑呈现出这份千钧一发的紧绷感。对于这次拍摄，王一博用很真实、很震撼来形容，拍摄过程中也挺刺激，爆破了很多次，都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后来看回放，这个火焰好大，还有在车里翻转的翻车镜头，很真实，很震撼。战友情好好哭。维和防暴队呈现了青春热血的维和小队群像，对战友情的生动刻画让观众深深动容。于卫东和杨震，一个是寡言负责的队长，一个是年轻气盛的队员。最终杨震从不理解与卫东到并肩作战，完成和解，对蒋基成为两人间的重要羁绊。从小知道爸爸跟于卫东出去执行任务，但最后只有于卫东回来了，爸爸却没能回来，所以我对于卫东肯定是印象很不好。没想到被分配到队伍中又碰到他，而且他还是我的队长。但是后来一起执行任务，看着队长一直在保护所有队员，甚至在会议上他也会自己揽下责任护着我们，就理解了队长。慢慢发现其实队长是一个很好的人，很照顾大家，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队长。王一博表示，电影后半段中，黄景瑜、王一博搭档执行任务，从头打到尾，贴身肉搏，高燃对狙，火爆追车，配合默契，护送关键证人的任务危险重重。维和小队与一路埋伏的暴力武装集团展开了激烈战斗。陷入僵局时，于卫东临危不惧，果断制定作战方案。危急时刻，于卫东只身赴险，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而当需要留人殿后时，杨震毅然拦住于队。
因为他明白维和小队更需要队长的指挥。两人短暂的对视下，是无需多言的战友默契，更是维和小队团魂所向的真情流露。而正是杨震在灯塔上跟敌人的对狙，为小队赢得了宝贵的撤离时间。此外，杨震与好朋友江小杨的友情也十分感人。杨震本来自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也一直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自己的失误造成了好朋友江小杨受伤，心里很内疚。但经历这些之后，也获得了成长。王一博说，据悉维和防暴队五一档上映后就一直处于领跑位置，被赞无论是电影情节、战斗场面等都贴切还原了维和任务区的场景。对大多数观众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深入了解维和警察，大家纷纷被电影中的维和精神所打动。有观众看片后表示自豪感被拉满，脱口而出5星红旗所到之处皆是和平。不仅成年观众喜欢，小朋友也对维和防暴队充满了兴趣。观影过程中，他们的表情随着剧情的进展，时而担忧，时而欢呼，又时而因感动陷入思考。他们不仅从影片中体会到和平的珍贵和祖国的强大，更第一次了解到维和警察这个伟大的群体。长大后我也要当维和警察，我也要去守护世界和平。不少家长表示，这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此，王一博也表示，这次是想通过维和警察的电影传递和平的不易、祖国的伟大。